宗门选拔那天，我那清冷自持的师尊破格收了个关门弟子，小师妹娇柔怯怯，一来就成了团宠。与此同时，我脑海中多了一道雀跃的机械音 ，nice。拜入男主门下是第一步，以后就可以酱酱酿酿了。那么接下来按照剧情，你要提防的就是你那师姐萧长觉，这个人可坏了，嫉妒你，暗害你。不过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给你金手指，告诉你剧情，将他千刀万剐。我笑了，却没有回应，因为我就是萧长觉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沈晴身上绑的那个系统，我也能听到。我面色如常，沉默看着师尊朝那小姑娘伸出手。既然你诚心，便入我门下吧。这幅场景让在场的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。天哪，清让仙尊不是不收弟子吗？对啊，只有一个萧师姐。当初被仙尊捡回来，萧师姐求了3年，仙尊觉得她孤苦无依才答应的。嘘，别提这个。但有一说一，这小丫头也太幸运了。沈晴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抬起头，两个人视线相对。她顿了顿，坚定地搭上了师尊的手。台下谈论的声音更大了，甚至还有人在尖叫。意外昏过去几个早就对师尊倾心相许的女弟子。有人不忘观察我的反应，我垂下眼眸，笑。我确信刚才听到的声音不是幻觉，因为师尊的性格我知道，极度精神洁癖，不喜和人接触，就连跟他最熟的我都碰不到他的衣袖。但眼下他却主动朝一个见了一面的少女伸出手，当真是九州第一奇闻。然后下一秒，那道声音又响起，有没有感觉有一道火热的视线？东南方向，站在男主位置旁边的就是萧长觉。你先认一下，对他提高戒备心。这个人心狠手辣，草芥人命，将来会成为你的宿敌。不过别担心，现在有了我。他话音未落，沈晴就看向我这边。我们的距离不算远，今天太阳很大，刺激的他只能眯起眼睛。然后他看到了面带微笑的，缓缓朝他打招呼的我。同时系统尖叫，妈耶，这个眼神，不要看不要看，这是个疯女人，总之尽快除掉。天，他刚才是在威胁吗？该死，必须快点把男主拿下，男主一个能打他10个。沈晴很听话，自从他拜入师门后，殷勤的不得了，白天送茶倒水，嘘寒问暖，晚上连谢清让的洗澡水都亲力亲为去打。比起我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原本都是我的活，现在我反倒是最清闲的那个。闲道，外面适时传来闲言碎语，说我被取而代之了。我向来独来独往，又孤傲，很多人瞧我不顺眼。我还什么都没做，已经有人恨不得将我拽入泥潭，永世不能翻身。这位小师妹跟小太阳似的，仙尊喜欢也正常。你这话说的，谁喜欢看一副死人脸？那位当初可是瞧他可怜才收留，亲让仙尊也算是被逼无奈吧。何况那个贱人，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整个门派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。小点声，你也不怕被听到？我怕什么？我吃得香，睡得好，只怕有人才睡不着呢。我靠在门口，终于发出笑声。吃得香，睡得好，是指就寝时间偷吃宵夜，上课时间睡觉吗？几个人正喝着酒，冷不丁被我吓了一跳，有胆小的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萧师姐，我拿出一纸劝退书。从风，你不及格的次数太多，多次违反纪律，3年没有长进。我抬起眼皮，笑，被劝退了哦。方才最得意的，瞬间变了脸色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但是他把东西夺过去，左看右看都是实打实的真东西，脸色瞬间惨白，一副被打击得不轻的样子。我微微侧身，挡住他的去路。不说声谢谢吗？我可是给了你们喝送行酒的机会，从风气的做事要揍我。毕竟早不来晚不来，这半夜来劝退，怎么看都不是什么好事。不过他空有冲动，剩了一丝理智，最终没敢动手。我柔声提醒，夜路小心，最近山路毒蛇肆虐，攻击性强。还有，
门派进来树敌颇多，怕是有什么人在蹲守落单弟子。我笑意越冷，师弟小心啊！回去自己的院落，瞧见师尊殿里还亮着光，影影绰绰，时不时传来系统的机械声。哎呀，主人，你快上啊！别紧张，他没推开你，他没推开你，有机会，亲他。不对，假装无意用唇蹭他，别太明显。那声音很兴奋，两道交缠的影子也印证了这点。发展的可真快啊！我唇角弯起的弧度越来越冰冷。在这最重要的关节点，我毫不犹豫敲了敲门。师尊，还没睡吗？两道影子静止了。谁这么不长眼？靠，是萧长觉，这个疯女人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等等，系统忽然热切道，要不要试一下男主的心意？诡异的沉默。谢请让没让我进去，而是过了片刻才沉声道：何事？跟往常一样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。我倒是对系统的提议很感兴趣，这种场面我并不想做被拒之门外的那个。系统说的对，我就是个疯子。我忽而一把推开门，这样大胆且不尊敬的行为给屋里的人下了个好歹，就连谢请让脸上都透露出愠怒。放肆！没有想象中的狼狈场景，沈晴正在一边坐着写字，谢请让端坐主位，重重将手里的书放下，眼神冰冷盯着我，衣襟处有细微的散乱，沈晴耳尖是红的。我了然，却没有点破，故作疑惑，不是师父让我进来的吗？难不成是耳花了？然后视线落到沈晴身上，笑，师妹也在呢。沈晴紧紧攥住手里的笔，这才小声喊了我一句：师姐，机会来了，咱们现在只需要等奸细来刺杀，看男主会护着谁。你放心，有男主在，你不会受伤的。方才我看得清楚，男主已经动情了。至于萧长觉，与其等他暗算，不如直接撕破脸。沈晴松了口气。月光昏暗，烛火在细风中摇曳，我藏在暗光中，静静盯着沈晴的微表情，眼看他从紧张怕死到放下心来，看向谢请让。谢请让淡淡开口：你学得不错，是时候给你一些历练了。长觉，他转而看向我，当初药门事务繁忙，让你去顶了司药职位，现如今你手头事务繁忙，药门的事务就交给你师妹吧。语气很平静，不是商量，是通知，倒是挺会挑好的。我所担任的职位，就这个是实权。当初可不是简单的事务繁忙，是有新人炼药时误用炼过毒药的丹炉炼了炼体丹，引起宗门中毒事件，掌门勃然大怒。我顶上去是真的解决了事，扛了压的。不过我弯起唇角，师尊随意就好。沈晴瞬间一脸惊喜，看了看谢请让，又看了看我，似乎没想到这么随意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位，因为他正是需要大量药丹堆修为的时候。普通新人弟子一天也就能分到2颗炼体丹，他这刚来不久，当上司药丹就可以畅吃了，修为提升会非常快。谢谢师尊。沈晴抑制不住笑颜，但高兴之余又怯怯道：我资质尚浅，会不会？谢请让难得出言安慰，资质尚浅，才需历练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完全忘了旁边还有个人。此时沈晴和我站在同一位置，背后就是大门。我进来时没关门，夜色更深了，晚风习习，很凉爽。他一时兴奋，忘记了系统方才的提醒。等反应过来时，一柄剑从我和他中间穿过，直直定向主位的谢请让。身为门派的一把手，谢请让的修为高深至极，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受伤。只是躲过之后呢？这么危急的情况，下意识会救谁？刺杀的人一击不成，闪来捉住了自己的剑。一身黑衣，裹得严实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清晰闻到了一股腥臭味。这人很冷静，没想留活口，谁离他近就杀谁。谢请让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。刺客分明离我还近一些，他没犹豫，躲过几招后，一把将尖叫的沈晴拉到身后，剑堪堪擦破我衣服。我没想躲，任凭那把进了毒的剑擦身而过，
然后在刺客经过时迅速扯破他的衣袖。哗啦，一股腥臭迅速蔓延开来，大片大片的蛊虫飞出。我已退到了门口。九毒虫被叮咬后，伤口会迅速溃烂，不多时整个人都会化为血水。那刺客虽抱着必死的决心来，却被我打乱了计划。犹豫半秒，迅速离开。我关上了门。其实凭借谢请让的修为，最后也不过是一个有惊无险的下场。我很失望，刺杀谢请让这样的九州第一高手，拿出的东西远远不够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贴心关上了门。对，我就是记仇，拿我的东西总得还点什么。毕竟我扯下象征谢请让弟子身份的玉佩，白玉温润，这么多年被我保存得很好，几乎都没有戴过，连划痕都没有。可沈晴来后，我却日日戴着，嫉妒、羡慕、没安全感，都不是。我在警醒。破败的山庄，残阳如血，满地尸体。我抱着一具尸体哭到趴下，趴在他脚下求他饶命。那清冷的像谪仙的人垂眸看我一眼，语气没有一点波澜。他必须死，以命抵命，这是公平。还以为多大义凛然呢，也不过是时间问题啊。我捏碎玉佩，笑了。那就好好接受我的公平吧。做了噩梦。安静的山村，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刺激气味。跟我同龄的小姑娘趴在井边，朝我笑。你瞧，我把他们都杀了。潇潇，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。然后是混乱，村长带着几个拿铁锨的人把我们围起来，怒骂。我浑浑噩噩间，护在陈星身前，直到那对穿着白衣的弟子经过。他们是来寻妖的，带队的是谢请让。他在陈星身上察觉到了妖气。有弟子说，这么小的孩子能做出毒害全村的事，实属恶毒。瞧大家对谢请让那么恭敬的样子，我知道只有他能救我们。于是我跪在谢请让脚下，颤抖着说出苦衷。我说，这个村子里的人逼死了我和陈星的母亲。我说，我们总是被欺负，家里但凡有点值钱的东西都会被抢走。他们还想把我和陈星卖给年长的官夫，不从就逼我们献祭河神。我说了很多，我解释了这一切。我以为我们有足够的苦衷，他们一定会体谅，甚至是救我们。可是我越说越激动，以至于忍不住痛哭流涕时，谢请让背后的弟子却俯视着我，平静询问：所以村子里的人都是他杀的吗？你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。话音一落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冷了。我怀疑他没听清，或者是我抽泣得太大声，没讲清楚这一切。在我茫然间，谢请让也垂下了眼眸。这并不是解决的办法，许州有许州的规矩，他得抵命。若说方才这群弟子没来时还算有一线生机，现在一丝生机也无。我怔怔抬起头，谢请让后退了一步，他身后的弟子纷纷上前拔剑出鞘。在送官府之前，先解释身上的妖气从何而来。那群幸免于难的村民到此终于松了口气。妖，难怪了，这么恶毒。我就说，一点儿也不像这个年龄的孩子。杀妖孽，杀妖孽！起哄声越来越大。环顾四周，除了得意的村民，就是公事公办、冷冰冰的弟子，而他们的对手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。我喃喃道：陈星不是妖。有人将我拉起来，是陈星。他摇摇晃晃的，脸色苍白，却笑着。潇潇，别跪啊！唇角溢出鲜血，却死死抓着我手臂，不让我再屈膝半分。潇潇，我去找娘亲了。别怕，没有人再欺负我们了。我去地府给你开路。我不愿意去回忆那时我是怎么疯了一样给谢请让磕头，求他救命。没有一个人帮我，他们的冷漠显得我的疯狂分外可笑。谢请让说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公平。他说，你的同伴身上有妖气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出手相救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路。公平？我没读过书，连字也不识。我似乎是信了他的那句公平，费尽千辛万苦拜入他门下。我不理解那2个字，
我以为谢请让会给我答案，那种半是恨意半是迷茫的心态，让我不知道如何自处。谢请让也一直保持着那副清冷样子，按法规办事，有功者赏，有过者罚，以至于在沈晴出现之前，我都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。直到现在，豁然明朗，谢请让的公平，是因为事情没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啊。拿我的东西取悦心爱之人时，就忘了自己的那句公平了。我去了药门，那日遇刺，沈晴受了伤，谢请让勃然大怒，不仅让药门一整个尽快治好沈晴的伤，还下了追杀令，势必找到刺客。那刺客特征太明显，能拿出那么多九毒虫的地方并不多。我穿过大厅，药门弟子都很忙，忙着给沈晴制药疗伤，见了我个别打招呼。萧师姐，我颔首，在推开沈晴疗伤的房间时，却被阻止了。萧师姐，仙尊说了，小师妹养伤时不便见人，谁都不许探望。管事弟子火急火燎跑过来，挡在门前，歉意地跟我解释。我收回手，无事。谢请让虽然说要把药门事务交由沈晴，但眼下还未来得及交接，沈晴就出了这样的事，药门自然还是由我负责。我笑笑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研制治疗九毒虫的药物吗？管事弟子答：是，仙尊是这么吩咐的。现在小师妹的伤口已经在愈合了，仙尊说不要留疤。他叹了口气，不留疤就有些难了。那就别研制了。我干脆道，怎么能为一个刚入门不久的弟子这样大动干戈？门派弟子日日需要炼体丹，出任务受伤的不计其数。仙尊真是任性，你们竟也跟着胡闹。我嫌少这样带着情绪说话，以至于管事弟子愣了愣，慌忙道：可是仙尊那边，我是私药，是掌门盖过章的。谢请让诚然是门派最有地位的人，但按照规则，他没有权利这么要求。谢请让是最大义凛然，秉公办事的，不是吗？我低头笑笑，放宽心，是我的命令，再怎么怪罪，也到不了你们头上。有什么责任，我担。从药门出去后，我就去了丛云谷，一身骨臭味，除了丛云谷，我想不到还有其他地方。谢请让自然也能想到，我们遇到的时间并不太好，是个暴雨天。谢请让一身狼狈回客栈时，碰到了撑伞站在门口的我，真不容易，即便我用伞遮住自己，他还是认出了我。我还以为他只会对沈晴这么熟悉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脸色并太好看，甚至有点罕见的烦躁。从云谷和他向来有仇，因为自己的事连累的心爱的女人，心情自然不会太好。我上前替他撑伞，尽管他现在已经被淋成了落汤鸡，头顶多一把伞，似乎也于事无补。我来找师尊啊！我失去了从前公事公办的态度，而是温柔笑着。想到师尊会来为师妹报仇，我就来了。谢请让瞥了我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态度很冷。倘若是从前，我定然也要吃瘪闭嘴，但今天我不打算放过他。师尊可查到什么了？我厌恶极了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甚至瞧他不搭理人，我都会有一种恨不得将之毁灭的冲动，就像在梨花村那样。记得吗？第一次见谢请让也是这样满腹恨意。已经进了客栈，我等了很久，谢请让都没回复我的打算。在我不识趣又要开口时，他先我一步转过身，用那双冷漠的眼睛看向我。那日的事我都看到了，看到了我扯开刺客衣袖，看到了我立刻出去后关上店门，看到了我根本没追刺客，而是放任他离开。我失笑。谢请让并不打算与我过多纠缠，只是给我留下几个字：你自行离去吧。又是通知。凭借这么多年我对谢请让的了解，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可不是让我离开这里，而是离开门派，然后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都继承到沈晴头上。沈晴会是他唯一的弟子，极尽宠爱，令人艳羡。我则被逐出师门，被嫉妒冲昏头脑，腐烂发臭。系统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记得他的话，他这样的反派，即使再强大都不足为惧，因为他喜欢男主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
越是嫉妒，越是惹得男主厌恶。这不叫挽留，这叫自取其辱。好啊，我仍然笑着应下。谢请让终于被我的态度激怒。萧长觉，这么多年，我待你已经够宽容了。他蓦地转过身，是你一直冥顽不灵，是你劣根难除。冥顽不灵，劣根难除，谢请让说的对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监视，甚至以一种挑刺的态度去跟在谢请让身边。我就是想看看他是不是如他自己口中说的那样正直公平。我不识字，从小到大也没人教过我什么，我不知道九州的什么规则，什么法律，我就是怨恨。拜师时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，我根本不能理解谢请让主张的一切。我近乎偏执地跟在他身后，努力修行。我从不违规犯错，就是不给他气我的理由。这么多年，我甚至以为谢请让已经劝服了我，他确实如他口中那般深明大义，处事公正。我有些失落，失落之余，甚至很绝望。那么病态的，丝毫不敢松懈地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到头来发现他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。直到沈晴出现，如同阴霾天的一缕晴光，打破了他一直以来自诩的公正。那日宗门选拔弟子，沈晴并不是最出挑的，甚至连拜入宗门的门槛都没够着。他的系统教了他取巧的办法，旁人看不明白，却瞒不过修为高深之人。就连我都能看破那个拙劣的作弊戏法，谢请让却放任了，并且他觉得很有意思，收了他。那天我确实很激动，却并不是嫉妒，是冰封的茧有了裂痕，而后九峰的记忆破土而出。我清楚感觉自己的身体激动到颤抖，那种久违的剧烈的情绪由心口蔓延，遍布全身。在谢请让屡次为沈晴谋私，把我的东西给他时，那种情绪更加活跃，让我把司要职位给他，让我不参加今年的首席弟子选拔，让我以师姐的身份把辛辛苦苦拿到的东西拱手让人。我高兴极了，我拼尽全力得到这些，走到这个高度，不正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？我低声笑起来。师尊。他一甩衣袖，语气厌恶至极。别叫我师尊。萧长觉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你自己清楚。说罢，转过身，不肯再看我。我其实想过我们会有一场争执，毕竟是最后一面了。但是即便我幻想过无数次，都没想过沉不住气的是谢请让。我以为歇斯底里的会是我。仙尊。我无视掉他颤抖的后背和被汗水打湿的衣领。现在他大抵痛极了，却又不肯在我面前狼狈。这么多年，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，那个问题压得我喘不过来气，明明想问到快要疯了，却因为要在谢请让身边装乖而不得不憋着。谢请让似乎早有预料，冷笑着，他该死。好残忍的3个字。我又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几乎是癫狂的。但我还是要问，当年你有听我说话吗？听我字字泣血的苦衷，还是说其实没有在听的，只是凭借一切的结果而让陈星必须死？中间的过程因果，他其实没有听清楚。拜入宗门后的每一天，我都给谢请让按上了第2个理由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缓和那种无法发泄的焦虑。只有这样，我会能让自己不至于发疯。谢请让找到了我的弱点，他低声笑着，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转过身，红眼盯着我。我当然听到了，即使现在我都觉得他该死。天下没有枉杀的妖孽，而他毒害了那么多人，更是死不足惜。他的目的达到了，我确实在此时控制不住失控。该死！我已经尽量把一切的缘由按在上天头上。倘若谢请让晚来一时，我和陈星兴许就逃了。我记得那天我说要一起离开这里。陈星张扬地笑着，握住我的手。好啊，潇潇，带我走吧。我们离开梨花村，随便去什么地方。我不怕，你也不要怕。无论什么地方，你我只要在一起。天意不摧折，你我何独耳？我掐住了谢请让脖颈。他中了蛊毒，我知道。因为自始至终，
刺杀是我策划的，从云谷暗袭也是我的手笔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死在我手下。我一点一点加重力度，平静看着谢请让的那张脸，他痛极，又被我掐住，却宁死不肯服软。我知道，其实你才是那只妖吧？他笑了起来，修为增长那么快，那么小年纪就能去妖窟认剑。梨花村屠村是你做的，当年同我一起的弟子出任务途中遇害，也是你的手笔。他顿了顿，直直盯着我。萧长觉，我以为你会悔改，是我错了。我不否认也没承认，只是加重手下力度。师尊，好好上路，别怕，地府的路很好走。陈星他可不会因为你的恩怨而苛责你。他向来心善。回到山门时遇见了沈晴，他很慌张，撞到了我，抬头瞧见是我，有些怯，紧接着道：师姐，您瞧见师尊了吗？师兄说您去找他了。靠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撞上。别跟他废话了，情况危急，我感知不到男主的存在了。快走，快去从云谷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我能。被系统催促了一手，沈晴立刻也不再多说，着急去找人。他要去，我却不肯。我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。师妹去哪儿？当然是从云谷。沈晴焦急得不得了，语气都很不耐。师姐有事吗？我说别去了。沈晴本就在系统的影响下对我有敌意，看我多加阻挠，更是心烦。师姐在说什么？师尊出事，师姐不在意吗？我知道师姐一直对我心怀怨恨，但此事危急，是关乎师尊，师姐也要拦我。怨恨有吗？我冷不丁一用力，将她丢到山门石阶上。系统破口大骂：这疯女人，男主都快死了，还为这些小情小爱，她也就敢趁男主不在为难你了。别管她，直接暗器，再晚男主可真救。我握住他放暗器的手，一拧，咔嚓一声，拧断了他手腕。平静道：我说别去了。沈晴痛到打滚，万万没想到在青天白日，我在山门口就敢这么对待他。毕竟在系统口中，我一直是阴毒的，喜欢在背后搞事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搞来这么一个东西，一直说我坏话。阴毒，背后算计，我有那个能力，有那个修为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？沈晴痛到冒冷汗。萧长觉，你疯了啊！其中夹杂着系统的谩骂。我掐着他下巴，逼迫他抬头看我。我倒是想知道，沈姑娘怎么对我这般有敌意？明明我之前什么都没做，明明我一直在做自己的事。沈晴出现，我是欣喜的，我多谢她打破了谢请让的原则。可是偏偏这个恩人对我敌意颇深。沈晴骂道：当然是因为你嫉妒，你怨恨我来抢了你的东西，你怨恨我的出现抢了师尊的目光，你喜欢师尊，师尊却不喜欢你，你再怎么着也只会让他更加厌恶。萧长觉，你为难我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，爱情本就天定，师尊倘若对你有一丝情意，这么多年也不会有我的一席之地。他以为这些话能伤到我，越说越激动，仿佛自始至终受委屈的是他。原来如此，我松开了他。那师尊被仇家杀了，你会为他报仇吗？沈晴愣住，什么？不可能，这姓萧的疯了。别跟他说了，先去找男主，他的命门在后颈，事到如今，别手下留情了。还真是有意思，连我最隐秘的命门都知道。要是我真的如同系统说的那样，爱谢请让爱得无法自拔，那得多惨啊！原来开始说的千刀万剐不是随口一说啊！我又轻而易举捉住了沈晴想偷袭的手，将那根散发着黑气的银针拿在手里把玩。银针很长，毒素极强，这东西要是戳进命门，怕是神仙难救。他是真的想让我死。我们无冤无仇，只是因为一个男人。说是我会害他，却不如说他从来把我当成假想敌。尽管我什么都没做，却已经有了作恶的一切根本。所以是我为仇敌，
如临大敌。他的尸体在梨花村。我轻声道，跪在一座很干净的墓碑前，墓主人叫陈星。对了，那座墓碑前有很多白骨，很显眼。沈晴被我的话震惊得瞪大眼睛，后退几步。你胡说。我不否认，陈静道，我回答了你的问题，要不要回答我的？紧接着，毫无波澜重复了一遍。谢请让被仇杀了，你要为他报仇吗？事已至此，沈晴明白了，我是一切的幕后黑手。他恨恨盯着我，其中还夹杂着不可置信。但到了现在，由不得他不信。系统察觉不到男主的存在，是因为我不但杀了他，还将他肉身化为血水。要说恨谢请让，也没那么恨，只不过他是最后一个罢了。他给过我机会，我又何尝不是给他机会？沈晴疯了一样，你这个疯子，我杀了你！虽然没正面回答我的问题，却已经给了我答案。我没犹豫，将毒针径直刺进他脖颈。很好，我欣赏你的直白。看他瞪大眼睛倒下，我淡淡道，路途遥远，我懒得搬尸体，你就在这儿吧。宿主，你醒醒啊，你不会真的死了吧？沈晴，我离开时还能听见那道机械音。他说的都不对，唯独有一点我不否认，我确实很恶毒。自从陈星死后，我的心就扭曲了。他肆意勇敢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我从来是怯懦，被他保护的那个。倘若那日我也这样怯懦，陈星在底下的路不会孤独。丝丝凉意落到了我身上，我缓缓抬起头。下雨了，不远处传来叫声。天，那是萧师姐。小师妹怎么了？小师妹，快去禀报掌门。落针似的雨伴随着嘈杂的叫喊声，忽而有风吹过，迎面袭来，吹袖满风。扎着两只丸子头的少女朝我眨眼笑。怕什么？我可不怕。他们欺负我们，我杀他们是罪有应得。去哪儿？随着风走吧，离开这座大山。跟着风去就是自由。我回到了梨花村。小时候觉得不可攀越的大山，如今看来不过是半个时辰的路程。荒芜颓圮，陈星不是妖，我更不是。娘亲的尸体我没埋，一直放在后山的洞穴中。她闭着眼睛，神色从容安详，比起残酷的死亡，更像是沉睡，就仿佛下一秒会醒来，朝我温声道：潇潇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从前也是这么想的。娘亲的尸体不会腐败，是不是证明她没有死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不会腐败是因为她是半妖，她没有妖怪那么强大的修为，却顶着一半妖的血脉被正道人士追杀。记得初见时是一个暴雨天，她牵着陈星的手经过破庙，瞧见了我，柔声问：这么大的雨，怎么在外面待着？先跟我来避雨吧。陈星，快去拿身你的衣服。他没有孩子，我和陈星却都是他的孩子。我和陈星虽然是同龄，他却总觉得我还小，是晚来的，所以算是他妹妹。娘亲总说陈星沉默寡言的，却因为我的到来变得爱说话不少，还拿出姐姐的风范来保护我了。每每说到这话，陈星总是会抬起下巴，骄傲道：那当然，我现在也是做姐姐的人了，当然要勇敢啊。想到那张鲜明的脸，我倏尔笑了，将娘亲冰冷的手贴在脸上。娘，你和陈星遇见了吗？他有没有长高？梨花村不是个好地方，即使能隐藏妖气，都不该在这儿停下。我们走好不好？去哪儿都行，一直往南走，一直在路上，一直不被找到。去哪儿都好，只要我们三个一起，我也可以保护你们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